逃离东京搬来乡下生活呢，一眨眼就已经1年半了。一直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以来的感受啊，但是也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今天呢，早上我正好去看牙医，我就想着说，不如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在乡下碰到的既搞笑又有点温情的3个医院的故事吧。第一件事情呢，是我去这里乡下的医院体检，就是那种免费的给你量量身高体重啊、验验血啊这种常规的检查嘛。完了让我1个礼拜以后去拿结果报告。我一踏进那个医生的办公室啊，那个医生就万分激动地跟我说：ピンさん、バッチリだよ、100点満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搞笑，这大叔的反应堪比是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拿到了什么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才意识到，日本乡村的医院呢跟东京不太一样，来这里的病人就几乎全都是老年人。那老年人嘛，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啊这样的基础慢性病，所以我就估摸着这个医生可能真的是太久没有看到血液指标一切都正常的人了，这才给激动坏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嘛，因为这是过去那么多年我在东京从来没有过的体验。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之前呢我胃不太好，所以呢每年都要去医院做一次胃镜检查，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病啊，就想说那这次就在乡下的医院检查一下吧。去了以后呢，医生先问我你之前在哪里检查的，那我就说在东京的哪里哪里的医院。然后这个医生就问我说你之前在那里做的检查，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就说我搬家搬到这里来啦。然后这个医生就一脸不解的继续追问我说你在东京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那被问到这里，说实话我也有点为难了，我也不想在医院里面跟他慢慢叙述我这几年的心路历程，对吧？所以就简单的回了他一句，我厌倦了都市的生活，所以搬来了这里。可还是满足不了这位医生大哥的好奇心啊。他说東京の都心からわざわざここに引っ越してきたのって私には理解できないんだよね。ここ有名な場所でもないし。我就开始哭笑不得了，不是大哥，我就想来看个胃，有必要让你对我的生活理解的这么透彻吗？可他并不罢休哦，继续追问我どうやって物件を見つけたの？我只好弱弱的回一句インターネットから。就这么一来一回的扯了好久，终于说到了看病的事儿上了。他先是看了我的信息，然后跟我说40多了，人呢到了40岁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你除了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地方跟以前感觉不一样吗？我是一头雾水啊，只能跟着他瞎绕。我说其他倒也没什么，就是睡眠没有以前好了，然后比以前更容易疲劳了。然后这位大哥压根儿不管我说什么，继续自顾自的飘。他说40岁以后呢，有很多人会渐渐的眼睛看不清楚，いわゆる老眼。完了，我彻彻底底的蒙圈了。我不是医生大哥，咱就说这胃到底还给不给检查了？当然啊，最后呢该查的也都查了。我就是觉得呢，在东京看病的时候吧，医生都很讲究效率，外面都排着老长的队，他恨不得1分钟就能给你看完，就不愿意跟你多讲一句废话。但是在乡下呢，他们就对他们眼中的异类充满了好奇心，根本没有大都市里面的距离感。虽然不习惯的人呢，可能会感觉说被冒犯到，但是真的就太有生活气息了。最后讲第3个故事啊，它就发生在我今天早上去的那个牙诊所。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爸来我这里探亲住了3个月，期间呢他牙疼的厉害，就整个半边脸都肿起来了那种。我就带他去了家附近的这家牙诊所，当家医生看了以后呢，就说不行，你这个牙已经坏得透透的了，必须得立刻拔掉。当时呢我爸就比较犹豫，因为探亲签证呢是短期签证，是没有医疗保险的，所以就比较担心，怕说医药费太贵。但是呢离回国还有2个月，这牙疼的也等不了啊。
这时呢，这个当家医生就看我们这么犹豫嘛，就问我怎么回事儿。那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情况，并且问了一下他，如果不能用保险的话，这么拔一次牙得要多少钱？他说可能要1万多日币吧。我想，哦，那还犹豫啥呀，对吧？这也不是什么大钱，那就拔呗。于是就让医生给我爸开始了拔牙的治疗。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对话，让这个医生觉得我们可能经济上非常困难，所以在前前后后的治疗过程中呢，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最后治疗结束了以后，我们去付款嘛，收款护士给我们看了账单，还给我们解释说，医生呢把其中的一项人工费款项タダにしてくれました，不收我们钱了。哇，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被感动到了。虽然也没多少钱吧，但是这份善良温柔的心意，是我在其他地方真的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毕竟人家也是开门做生意的，对吧？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就以上这3个故事呢，可能也只能算是个例，并不是说乡下所有的医院都是这个样子的，也不能说东京就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这也的的确确呢，是我从东京搬来乡下生活以后真实的感受，觉得有点意思，就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呢也就当听个热闹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哈，拜拜。